在浩瀚的爱琴海上空，曾经发生过人类历史上最壮丽却也最悲伤的一次飞行。没有现代科技，没有金属引擎，仅凭着蜡与羽毛，一个少年挣脱了地心引力，触摸到了神的领域。他越飞越高，越飞越高，直到太阳的温度融化了他的双翼，他如同流星般坠入蔚蓝的深海。几千年来，人们在无数的画作、诗歌和雕塑中传颂着他的名字。有人说，这是一个关于狂妄与惩罚的警示预言，警告年轻人不要盲目自大，不要无视长辈的忠告。但也有人说，这是一首献给自由的赞美诗，因为在那短暂的几分钟里，他体会到了连神明都为之嫉妒的极致自由。他叫伊卡洛斯，那个飞向太阳的少年。今天就让我们回到神话的源头，去看看在那座绝望的迷宫里，这对父子是如何打造出人类的第一双翅膀，以及这场向死而生的飞行究竟想告诉我们什么。要了解伊卡洛斯的悲剧，我们必须先认识他的父亲戴达罗斯。在古希腊神话中，戴达罗斯是首屈一指的工匠、建筑师和发明家，他的双手仿佛被神明亲吻过，能化腐朽为神奇。然而，这份天才并没有让他带来无忧无虑的生活，反而将他推入了深渊。当时，克里特岛的国王米诺斯命令戴达罗斯建造了一座无人能解的米诺塔迷宫，用来关押半人半牛的怪物。这座迷宫错综复杂，连戴达罗斯自己建完后都差点找不到出口。后来，雅典的英雄忒修斯在戴达罗斯的暗中帮助下，杀死了怪物并逃出迷宫。国王米诺斯勃然大怒，他无法抓住逃跑的英雄，于是满腔怒火发泄在戴达罗斯身上。国王下令将戴达罗斯和他的儿子伊卡洛斯永远关在这座没有出口的迷宫高塔之中。想象一下那种绝望。伊卡洛斯在这座高塔中长大，他的世界只有冰冷的石头、微弱的火光，以及透过铁窗看出去的那一小方天空。大地被国王的军队封锁，海洋被国王的舰队巡逻。对这对父子来说，陆地和海洋的大门都已经死死关闭。但戴达罗斯看窗外飞过的鸟群，眼中却闪烁住天才的光芒。他对儿子说，米诺斯国王可以控制陆地和海洋，但他无法控制天空。我们将从天空逃走，这是一场与时间和死亡的赛跑。戴达罗斯开始收集飞鸟掉落的羽毛，他将羽毛按照大小排列，大的像琴弦，小的像鳞片。他用麻线将羽毛的中间绑紧，再用融化的蜂蜡固定羽毛的根部。他将它们弯曲成优美的弧度，就像真正的鸟翼一样。年幼的伊卡洛斯在一旁看着，他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只是天真的把玩着羽毛，捏住柔软的蜂蜡。他不知道，父亲正在打造的，既是拯救他们的神器，也是通向毁灭的催命符。终于，4只巨大的翅膀完成了。在起飞前的那天清晨，戴达罗斯将翅膀绑在伊卡洛斯的双臂上。这位经历了无数沧桑的老父亲，双手微微颤抖，他直视儿子的眼睛，说出了神话中最著名的那段警告。伊卡洛斯，我的孩子，听好，你必须保持在中间的高度飞行。如果你飞得太低，海水的雾气会沾湿羽毛，让你沉入海底。但如果你飞得太高，千万不要飞得太高，太阳的灼热会融化蜂蜡，羽毛会散落。跟着我，只跟着我，千万不要偏离航道。这是长者的智慧，是中庸之道的法则，也是一个父亲对儿子最深切的爱与恐惧。伊卡洛斯点点头，但年轻的心跳早已被即将到来的未知与刺激所填满。父子俩从高塔一跃而下，视角切换至高空，壮丽的爱琴海、岛屿、云层。伊卡洛斯脸上的表情从恐惧变为狂喜。他们跳向了深渊。起初是失重的恐惧，但随后强大的气流托起了他们的身体，他们飞起来了。地心引力在此刻失效，底下的牧羊人和渔夫抬起头，震惊地看着天空，以为自己看到了降临人间的神明。
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飞行，迎面而来的狂风，无边无际的碧蓝大海，棉花般的云层，这一切对伊卡洛斯来说太过震撼。一开始他还乖乖地跟在父亲身后，但随着对翅膀的掌控越来越熟练，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吞噬了他，那是绝对的自由。在地面上，他是个被囚禁的奴隶，是迷宫里的囚徒，但在这片天空中，他是国王，是神。他忘记了父亲的警告，忘记了凡人的局限，他感觉不到疲惫，只感觉到灵魂深处有一团火在燃烧。他想要飞得更高，他想要穿过云层，他想要靠近那颗闪耀着金黄色光芒的太阳。年轻的伊卡洛斯开始向上攀升。戴达罗斯在下方焦急地呼喊：伊卡洛斯，回来，太高了！但狂风淹没了父亲的呼唤，或者说，此刻的伊卡洛斯已经听不见世俗的任何声音，他的眼中只有那轮炽热的烈日，他沉醉于突破极限的狂喜之中，但他忘记了，那双赋予他神力的翅膀，终究只是凡间的蜡玉羽毛。随着他越来越靠近太阳，周围的温度急剧升高。太阳并没有愤怒，也没有刻意惩罚他，太阳只是在那里，散发着它本来的光与热。很快，悲剧发生了，绑住羽毛的蜂蜡开始变软、融化，一滴滚烫的蜡液滴在了伊卡洛斯的手臂上，他猛然惊醒，但一切都太迟了，羽毛一片接着一片从他的手臂上剥落，在空中散开，像是一场哀悼的雪。伊卡洛斯惊恐地挥舞着双臂，但他能抓住了只有虚无的空气，那份曾经托起他的神力瞬间消散。在父亲戴达罗斯撕心裂肺的注视下，伊卡洛斯从云端直坠而下。那是多么漫长的一场坠落，从天堂到地狱，从极致的狂喜到无尽的深渊。砰的一声巨响，少年砸向了海面，被无情的蓝色波涛吞噬。海面上只剩下几根白色的羽毛，随着海浪孤独的漂浮。为了纪念这个飞向太阳的少年，那片海域从此被命名为伊卡利亚海。故事结束了。几千年来，大人们总是把这个神话当作睡前故事，用来警告孩子们，看吧，这就是不听话的下场。做人要安分守己，不要妄想那些不属于你的东西。戴达罗斯代表住理智、稳重、妥协，他活了下来；而伊卡洛斯代表住冲动、狂妄、叛逆，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这真的是这个神话全部的意义吗？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看，在伊卡洛斯坠落之前，他确实飞翔过，他体验过人类从未体验过的壮丽。他挣脱了命运的囚笼，他没有选择像个囚徒一样在迷宫里苟延残喘，也没有选择平庸的贴着海面飞行，他选择了燃烧自己。英国作家奥斯卡·王尔德曾说过一句话，非常契合伊卡洛斯。为了那短暂的一刻，他愿意用一生去交换。人类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伊卡洛斯的历史。如果没有那些无视警告，执意飞向太阳的狂妄之徒，我们就不会有飞机，不会有登月计划，不会有科学的突破，更不会有艺术的极致。每一个打破常识的创新者，每一个追求梦想而不计代价的人，身上都有伊卡洛斯的影子。他们都知道可能会坠落，但他们依然选择起飞。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或许大部分时间都必须做戴达罗斯，计算着蜡的熔点，小心翼翼地保持住安全的高度，为了生存而妥协。但在我们灵魂的最深处，永远住着一个伊卡洛斯。那个少年依然仰望住太阳。如果你面前也有一座迷宫，如果你也渴望一次真正的飞翔，你会选择安全的贴着海面，还是不顾一切的去触碰一次太阳？有些人活得很安全，却从未真正飞翔；有些人即使坠落，也曾触碰过天空。如果你喜欢希腊神话故事，别忘了按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次的神话故事再见。